人不清不楚的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，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。结婚11年了，孩子也大了，你还总是怀疑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你才能相信我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想法。我也知道你对我很失望，我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走下去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郑先生36岁，来自黑龙江销售，有请郑先生，有请。刘女士32岁，来自黑龙江幼师，有请刘女士，有请。结婚多少年了？结婚10年了吧？孩子有了吧？今年9岁。哦，男孩儿女孩儿？女孩啊，挺好啊，挺好。今儿来干嘛呀？挺好的，来这儿干嘛？啊？哎呀，这不成天闹着要跟我离婚吗？为啥呀？他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总是在说谎，总是在骗我。哇，行，说说吧，都说过哪些谎？结婚之前有一次，我们俩在逛街，逛街的时候，他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突然间告诉我他要去上北京。我一想，你既然上北京去办正事儿的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就自己回家吧。后期等到晚上5点多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打电话。当时的时候是他舅舅接的，我就问他去上北京了吗？他舅舅说没有上北京。干嘛去了？我前女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啊，纠缠我嘛啊，然后就非得让我去见她，然后我就去见了她一面。更可恨的是，等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。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特别蒙圈。他问我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们俩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。你为什么还和他在一起？他有糖尿病，你知道吗？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你跟你前女友没有断联系，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？”哦，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已经跟他结束了，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，只是他在不停地纠缠我而已。哦，就是说在婚前的时候，您的前女友一直在纠缠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的。那后来怎么就嫁给他了呢？他就跟那个前女友断了联系，这样我们俩又走到了一起。哦，还有结完婚，我在生宝宝的时候，在医院，他的一个女同学给他打电话，当时是我接的，他出去了，我接他电话，我问你是谁呀？他告诉我他是他的同学，他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他的妻子，他一听，当时把电话给挂了，我就特别的生气，谁呀这是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一听说我是你的妻子，当时就把电话挂了？肯定有猫腻。后期我就开始用我妹妹的手机，就以她女同学的身份给她发信息，问她在做什么，我是谁谁谁，我告诉她我来北京了，她却告诉我她在开会，没有说什么啊，我的媳妇儿啊，我的妻子啊，在医院生孩子。难道我让你领不出去手吗？你结婚了为什么不告诉人家？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同学，然后呢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往，也没有什么交情。我是家里面老婆生孩子，我不一定非得要跟他说。他问我干嘛呢？我不一定非得要跟他说呀。那我让你当着我的面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为什么突然间问你，你结婚了你还不告诉我？那我跟他结不结婚，我跟他说有什么意义吗？让他给我随份子呀，还是什么的？那多不好啊，也没有什么的。后来怎么放过他了呢？他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错了呀，又这么的又那么的。后来我决定原谅他吧。我说他错了是，你当时说你错在哪儿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没办法嘛，他一跟我吵，我只能承认错误，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。因为我家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这样啊。还有更离谱的，在过了2年吧，大概2年的时间，他查出糖尿病了。在住院的期间，他跟一个女大夫总是暧昧不清，总在给这个女大夫啊买早餐啦、买晚餐、买中餐啦，从来没有对我这么献殷勤过。我解释一下，这个女大夫是我一个初中的同学，然后她正好还是我的，正好还是我的、你这同学，你都杀一圈啊！你这个啊，正好我在初中的时候跟她也是没有，我都不认识她了，然后是她认出来的我，然后我又通过其他的同学才
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是这个人儿，我都没认出来这个人是谁啊。后期的话，他是我的主治大夫，又是当年的同学吧，然后他对我照顾的比较多，结果也没那么2次，全让他撞见了。那你总上他办公室干嘛去？就你们2个人还关着门？就是随便聊一聊天嘛，聊一聊同学时候的事儿，也没说什么。再说那门关不关的，就一个玻璃门，外头那个玻璃那个窗户也都是玻璃的，这旁边走的人都能看得见。我俩能在里面干什么呀？又不是。就在前2天的时候，他还在给那个女大夫打电话，他自己说漏了嘴，我就问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啊，打电话发信息了，我就去翻他手机去了，电话也没有通讯话，也信息也没有。你打电话发信息，你为什么要删呢？后来2天以后呢，他就告诉我，啊，我这件事情做错了，对不起，啊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你不删，我什么事情都不会想，这你一删了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这个我跟他一有任何的联系接触啊，就是发个短信、打个电话让他知道了，他就会找我吵，然后一个劲儿的刨根问底儿的问我，你俩都说什么了？你俩又怎么了？其实没有什么事儿嘛，就是一个同学，就平时就是聊一聊，同学之间的事儿啊，就是闲聊几句，其实没有任何事儿，我就怕让他知道了，回头又找我吵架，所以我才把这个删了。真的是你那么多男同学不打电话，你专给女同学打电话发信息？我男同学也打，关键是你并不关注我。我那给男同学打电话，你插我电话的时候，你从来都不看男的，只看女的呀。那谁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？没准是女同学的电话，你改成男同学的名字，这都有可能。啊，你对他真是一点都不相信哈？他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怎么让我相信？就这些事情种种原因导致我睡眠相当不好。哎呀，说起这睡眠不好的事儿，睡我还想起眠不好一事儿来，就是他闹的。有一次我们家一家3口出去看一场电影啊，是那个变形金刚，很热闹的一场，而且还是3D 的。结果他搁那睡了2个小时，打呼噜的睡。那不是因为晚上没睡觉、没休息好吗？只要他睡眠不好，他就不会让我睡觉。就他睡眠好的时候也不让我睡觉啊。我睡眠不好是因为谁？不还是因为你吗？你给过我安全感吗？啊，晚上他做梦都能把我打一顿。为啥？他做梦梦见说在梦里打你，还是醒了打你？醒了打我呀，真的打，就是我在那睡着呢，然后结果他就打了我一顿，后期造成我睡觉都想带一钢盔。为啥打呀？他说他做梦了，我跟别的女的在一起了，然后就一个劲儿的质问我那个女的是谁，然后你跟那女的怎么回事？我说你做的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也挺莫名其妙的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而且还不是一次，经常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2次。您这精神也高度紧张啊，是吧？那不还是因为他吗？他要是不做这些事情，我至于这样吗？不管是在现实里还是在梦里，他总是跟一些女人不清不楚，是这样吧？是啊，况且他对任何人都比较大方，对我却是那么属铁公鸡的，一毛都不会拔的。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不会给我买一样像样的礼物。怎么没给你买呀？我那不还给你买过一支玫瑰花吗？一说起玫瑰花更让我头疼。玫瑰花是什么材质的？你自己说，是不是塑料的？不是，那上面不写着24K 金吗？24K 金，9块9还包邮，那叫24K 金的。你家9块9能买到24K 金的吗？你怎么知道9块9啊？我看你手机淘宝了，要不看你手机淘宝，我还不知道，我到现在都不至于知道。就是始终都是这一支玫瑰花，过年的时候啊，或过节的时候，7夕我过生日的时候，都会把这一支玫瑰花拿出来。啊，用了10年了，10年多。哇，这9块9的质量够好的啊，用了10年，关键是用完以后，它就完好无损的装盒里了，自己放起来，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哎，我感觉那花也挺好的嘛，这样式的既节省又环保嘛。哎，我问个问题啊，你们家钱谁管啊？他管。工资谁管？也是他管。但是你不也有钱吗？对呀，我是不是给你零花钱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给我这微信呢、手机里面支付宝啊，所有的账单我都得一笔一笔的记得相当清楚啊。要是有一笔记得不清楚，他就会找我吵架。锻炼的我现在记忆力相当好了啊。2年前的事儿，就是花了几块钱，我都能想起来干什么了。每一笔都要这样吗？基本上吧，只要他查的时候，你就要这样说得很清楚。也不是这样的，小钱不管，大钱。不是，您指的大钱是多大？超过50。
真的假的？不是这样的，是过百的吧，我就会过问，因为我不相信他。他抠吧，只是说是对于我比较抠，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吃上了，从来都不抠。他只要是自己想吃什么，开车就去吃去了，不管他自己去吃去，还得带着我的女儿去吃去。我的女儿今年才9岁啊。长到了100多斤，将来以后再这样下去，他还能找到对象吗？不是才9岁，现在长得跟我一样胖，个头也不矮。他开车带你女儿出去吃饭，对，也不行。你可以去吃，但是孩子已经吃完饭了，为什么还要带他去吃去呢？我说过好多次，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带他下楼去运动运动。是啊，每天晚上写完作业了，没什么事儿了，有时候我也带他下楼去跳跳绳啊、跑跑步啊什么的啊。然后跑完步了，有的时候孩子就会感觉比较饿嘛，然后就会说：“爸爸带我吃点东西吧。”那你说我又那什么又心疼姑娘，然后就带她去吃点东西。关键是孩子比较胖嘛，运动完了以后，他还偷着带孩子去吃烧烤啦、烤肉什么的。行，吃完以后，孩子上楼的时候就赶紧的上洗手间刷牙呀、漱口啊，紧的在那刷呀，紧的漱。漱完了出来了，我就闻到他身上有股烧烤的味道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又吃什么了？”他说：“什么也没吃，什么也没吃。”啊，就让我特别的生气。后来因为小孩嘛，他比较诚实，他自己就说：“我爸爸说了，不让我告诉你，告诉你应该说我了。”对哈。他。你干嘛不跟他们一起去吃啊？多快乐呀！晚上吃完饭了，我不喜欢再继续吃东西。哦，所以就因为这要离婚了是吧？哎呀，反正种种事儿吧，他还有事儿吗？因为他有糖尿病嘛，我不想我的女儿变成跟他一样，他的糖尿病就是吃出来的。啊，行，还有别的要离婚的理由吗？家里面有一个婆婆嘛，她从来都不给管孩子，也不做饭什么的，他就不能做点饭吗？那偶尔咱们俩忙的时候，他不也做吗？不也管孩子吗？整天拿个手机在那块儿，晚上不睡觉，那一直弄到11、2点多钟，我睡眠一直都不是很好嘛，导致的我一宿都没有睡觉。后来很多家长都在说，这样的老师，意思让园长就直接换掉。我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工作就会丢了。结婚前、结婚后不老实是吧？带女儿偷嘴是吧？妈还这个不让人省心，所以要离婚。总结下来是不是就这样？是的。啊，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？这么多罪状，你最看重哪个？我最看重的就是他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骗我，总是在骗我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。哦，他平常对您好吗？家里的家务事现在都是他在管。因为我上班比较忙嘛，就周1到周5比较忙，周6、周日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家务，管孩子。然后您就觉得他对您比较冷落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样的。啊，您就是吵吵说要离，还是真打算离啊？我感觉没法再过下去了。来吧，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张娜老师，整个听了一集探案的全过程啊，这个从前女友到大学同学哈，然后又到初中同学，这女同学特多。就这2个。为什么妻子会对你这个女同学耿耿于怀呢？因为在你们2个人结婚前的这一个节点的时候，出现了你的前女友打电话来质问他这件事儿，就在他心里留了一个结儿。这个结儿一直到婚后，其实他都没有解开。你的不踏实来自于哪儿？不懂拒绝式的暧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女同学非常危险，就是因为这种对青春的回忆，又到了这个30多岁的年纪的时候，又爱回忆，然后又开始这个不想变老，不服老，不希望步入中年，又有中年危机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烦恼掺杂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正好出来一个女同学，带你回到了过去，觉得哎呦我还年轻过，所以妻子的担心不无道理。你要从这点去理解他，明白吗？好，接下来说福尔摩斯的问题。你看见的未必是事实，你没看见的未必没发生。如果你一直这么疑心下去的话，哪个人都跟他有事儿。所以疑心生暗鬼。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他有事儿，那他就是有事儿。
但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是为了好好过日子，还是为了我要找到一个跟你离婚的推动力，一个理由，坐实了你有情况？你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，图什么呢？而且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他吗？就是你站在场上这副面孔，我都能想象到在你们家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家庭氛围。女儿肯定怕你，她每天会看着你的脸色过日子。如果你自己不调整，你自己不让自己走出这个漩涡的话，一直在这个漩涡里面每天就揪着她这些女同学的事儿的话，那你们家真的不会有欢乐的。最后送你一句话：包容而非指责，是夫妻之间的润滑剂。你想一想，不指责他，包容他，你看他之后是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那些女同学？好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山大老师。来，波红兄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丈夫今天站在这里，一脸的委屈，一脸的可怜，一脸的无奈。买一朵塑料花，年年过节送老婆，你真称得上是史上最抠的男人。另外，妻子，这些他都不对，但是我认为你很有可能冤枉他。如果他和那个女大学同学经常联系，你用你妹妹的手机给他发一个短信，他竟然信以为真会回，说明他对女同学的手机号码根本不熟悉。怎么可能两个人会热线联系呢？另外，我们说梦想成真，梦想成真并不是把晚上做的梦真的当成现实的真实啊。如果哪一天你梦中做到了他和另外的女性结婚了，那还怎么得了啊？那不是离婚的问题了，你有生命危险，我告诉你啊。你们的婚姻似乎过了7年之痒，现在第10年了，到了一个危机的十字路口了。这时候你们2个人都要当自己婚姻的医生，该改的改，该修正的修正。离婚有时候真扒一层皮，没这么简单。离了婚，可能你的失眠更加重了。我其他也不多说了。好，谢谢波红兄。来，严老师。女士很强势，说话咄咄逼人，丝毫不相让。这先生嘛，似乎脾气好一点，始终是一个笑脸的样子，好像能够容忍很多。但说实话，我想先跟女士说的是，一直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，依然还在怀疑。那这10几年的管理在哪里呢？10几年他的心怎么还没收回来呀？我们真的如果强，可以引领一个家庭，可以引领我的丈夫，可以让我的家的这个风向航向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，咱真强一把。其实我是真的希望你从这种困惑中走出来，我才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们说女人如水，以柔克刚啊？你柔和一些，给夫妻关系更多一点空间，信任多一点，我觉得他不会这个样子。如果这个家还要，如果其实你心里知道孩子也离不开这个父亲，我们想要维持婚姻，女士真的要学一学，柔下来。希望你们都能早日走出阴霾，给女儿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你不会离婚的，你有使命。这么些年来，你就忙了一件事儿，你就查找真相嘛。这真相没查出来，没水落石出，你怎么会离婚呢？其实对于男生来说，你宁愿给别人买早餐，宁愿自己出去吃烧烤，都不愿意1年给他一束玫瑰，哪怕是一枝真花。这只能说明他在你心中是没有魅力的。但说实在的，你的确没有魅力，你跟他妈又处不来，对他又疑神疑鬼，现在还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女儿也会被他拉到一边，你成为孤单影只。你说有人愿意靠近你，有人愿意跟你聊天吗？所以不要再去寻找真相了，没有也会被你逼出事儿。而对于男生来说，你给对方不安全感，除了有对方的原因，也说明你这个男人混得挺失败的。10几年让自己同床共枕的人，醒来之后暴打自己一顿。
10几年来得不到一个女人的信任，有她的神经兮兮，也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原因。如果说妻子的要求并不太高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去完成，何必把一个女人到32岁的年纪整得像个中年大妈，每天没有正常的这种思维和思考，所以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话也说实在的，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活得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分居一段时间的，但是不要跟婆婆置气。聪明的人就应该联合婆婆，你懂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等于2个人躺在一起，这个人梦里想的是我得防他，他什么时候睡得最好？看电影的时候，闺女儿在，有人给我看着呢，有眼了，那你这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？你别装可怜了，装不了一辈子，总有一天会兜出来的，你们自己琢磨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其实开始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我没有做过那么多就是你想象中的事儿呢，就是我做的很好。现在呢，今天听这么多老师来说，发现自己做的还真的不够。我会用我以后所有剩下的时间照顾这个家庭，照顾你，照顾孩子。我希望我们以后真的还能好好在一起生活，真正好好的经营这个家庭。今天老师说的我都听进去了，回去以后我会改掉真的自身上所有以前的不足。希望你能再给我这个机会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我希望我们的家庭会越过越好，真的。那塑料花是，就是你说那9.9块那个啊？把那只塑料花扔了，不要。那是一支鲜花，以后真是在每个七夕啊、情人节的，我都会给你买鲜花。什么呀？那是？当时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抽烟嘛，去商店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这款打火机，非让我给他买，我说什么也没给他买。等到他戒烟了以后呢，我给他买了这款打火机。你是真别扭啊！他有用的时候你不给他，他没用了你给他，你这不就折磨他吗？你这什么思维啊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谢谢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你看你自己买的这什么破花都掉了。我给提个建议啊，买了个花你鼓励一下，下次买更好的吗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把那个搁在那么高温的箱子里面，那好花也不行啊。咱稍微体谅一下，做人别那么苛刻，行吗？哎呀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见证水玉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会怪你对我的伪装，以后我们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跟宝宝在一起过日子。好翅膀，我能越春落吗？你相信善良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，什么时间都告诉你。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
起亮灯，起亮灯。所以有的时候思维方式其实挺可怕的啊。如果我们愿意往坏里想的话，刚才那个花那样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，别说哈，塑料花有塑料花的好处啊，经折腾。你看事情，你看你怎么想。所以哎，为了闺女儿，为了自己，开开心心的时候，学会积极的思索，别老是那么笑，看着无害，实际心里很坏啊。拿出点真东西，好好对老婆，好吗？好的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祝你们俩身体都健康，祝您早日能睡个好觉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各位。